给大家看一下迪士尼酒店的物价。我们原本寻思着今天早晨省点事，直接在酒店吃早饭就完了，结果这一桌子683块钱，好像还包含了100多的服务费。我再也不说青岛物价高了，真的是太夸张了。我们是7点出发的，现在就7点10分，我们刚刚下酒店的接驳车。我认为可能没太有什么人，但是好像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怎么这个点人就会这么多呀？我们刚进园区的时候，太阳还不是那么的晒，然后园区里人也不是特别的多。我当时是还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然后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们这一整天呢，就是排队。这个屋排队，那个屋排队，屋里面排完队，屋外面排队，上厕所要排队，吃饭要排队。我感觉这一天把我过去2、3年的队全排完了，什么都不用干，光排队去了。如果大家最近有想去迪士尼的话，我劝不要7、8月份去了。一是人太多了，二是真的热，而且整个园区没有穿玩偶服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花车表演。这个天气我估计穿玩偶服那就不是中暑的事了，那真有可能人会很危险的。现在外面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再在外面走下去马上就要中暑了，只能在这儿避暑了。我们只出来2天，结果店里电话都要被打爆了，就是有好多人去找我们，所以说只能提前回去了。终于辗转反侧回到青岛了，我们订票订晚了，结果只能不断的转站，现在到了青岛西站。青岛西站离我们店非常远，得差不多将近100公里，太难了。我们终于回到店里了，店里好像人还挺多的。这种出去旅游真是痛并快乐着，快乐就是可能我们大家都有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但是痛就是天气实在是太热太累了，比在店里上班要累10倍累20倍。我们最近走的这2、3天店里可忙了，我们在上海平均每天下午都得接个10几个电话，有2天甚至下午还需要等位置。就是有很多店像我们一样旁边都是有大学的，但是他们就是上学的时候生意会非常好，等到大学放寒假暑假了，就是他们人就会比较少一些，甚至就是没有人了。但我们店情况挺特殊的，我们店旁边这个大学平时来我们这儿玩的学生非常少，但是一到寒假或者暑假，全国各地上学的大学生回到青岛之后，他们会来我们店里玩。这就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平时上学的时候店里人少，到了寒假暑假我们店里的人会多一些。这是给花花带的一个礼物，虽然产地是山东青岛的，到了上海之后我们又给他带回来了，是经常来我们这儿玩游戏的一个顾客给花花带的，就是来时间多了之后大家都相处成了朋友，然后我们就一块去的迪士尼。今天实在是太累了，所以说我跟老板娘要提前回家了，只能明天一大早过来了。我们2个现在刚来了能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就是刚才一直在来人，现在大厅已经全满了。包间的话现在好像只空3个包间了。现在有一种什么感觉，就像工作日的话有一种之前淡季时候周末的感觉，真的人挺多的，去年远远没有今年人这么多。现在花花在这核对今天点的饮料的数量，就是刚才直接下了7、8杯饮料，直接都懵了，不知道谁点的。就刚才点单机有一段时间没有纸了。现在1楼大厅2个位置也都有顾客，这边2个女生是在这玩逃出升天。逃出升天这个游戏没有中文，所以说一般玩人比较少。这边这个大哥是在这玩街霸。我们店里这个沙发买了能有4、5个月，刚才我过来收拾的时候发现它被坐塌了，没有办法，只能提前找几本书在这垫上了。
别真的把它给做成2半，那就真的没法救了。刚刚还多拿了一本书，我们店里现在书的品种可全了，连这种书都有，专门给懂味的顾客看，增加点知识。刚刚玩街霸的大哥现在开始体验 PSVR 了，现在在这玩 GT7，然后这边来了6位玩桌游的，他们比较特殊，他们是我比较早的时候我见过几个群，然后现在那几个群都满了之后，我就把群给撤了，然后他们是在同一个群里认识的，碰巧他们都是青岛的，然后就经常会来我们店里玩。最近饮料卖的特别好，差不多每天平均的话能卖个20几杯吧，尤其是白花石草水美式。不过现在普遍有很多人给我反映，就是石草水的味道比之前淡了很多，可能是现在更容易被别人给接受了。其实暑假寒假店里这种氛围我真是挺喜欢的，就是大家玩游戏还可以坐在1楼一块聊聊天，然后在一块玩桌游。然后这边还有一位在这玩命运2的，这是一位那个顺丰小哥，没事就会来我们店里玩2局。我是大老板这个桌游真的是一个巨欢乐的游戏，它唯一的一个缺点可能是它得5、6个人才好玩，就是人比较少的话它会没太有什么意思。如果大家经常能凑齐5个人或者6个人，一定要买一副我是大老板试一试，真的特别好玩。然后刚刚在这坐着那2位还骑着一个摩托车，真是太飒了，这应该是那个本田的 CBR400。刚刚大厅空了3个位置，我以为4点左右就不会再来人了，结果又来了3组顾客给补上了。这面2位是在玩 UFC， 我发现2个男生来的话，大部分还是玩体育竞技类游戏比较多，连双人成型玩都会比较少。然后这面是在玩 COD19。给大家看一下山东这边特有的打扑克方式，他们是在玩一个叫狗机的游戏，在山东这边特别流行的一种扑克玩法，必须要把最后剩几张牌放进衣服里面打，防止被别人看到你还剩几张牌，太经典了。这个老天说，这个2个坐着的，要不然这个硬装就。真的是无缝衔接，刚刚大厅这2组顾客抬走没多久，紧接着又来了一桌玩桌游的顾客，现在在这玩江湖郎中，也是老顾客了，每次来只玩桌游。这边这个大哥还在这玩大乱斗。前2天一位股东给我发私信说他去其他的电玩店想玩自己的塞尔达王国之类的存档，说玩不了。其实很多电玩店为了节约成本也是没有办法，他们必须要用破解版的机器，他们是没有办法玩那种联网游戏的。但是我们这的话，一般只要网络情况允许的话，是都可以玩的。气泡美式，可可冰魔卡，然后这个是石井冰沙，这个是玫瑰荔枝气泡水，然后这个是一个超大金杯。今天又是猛做饮料的一天。我亲哥，我亲哥，我刚要说什么？我亲哥，你真我亲哥。刚刚楼下这2位在这玩《生化危机6》，都被围观了，别人都不玩桌游了，光看他俩玩了。生化危机系列能双人玩的，我感觉还都挺好玩的，像生化危机启示录2，然后生化危机6都是可以双人玩的。哎，这样子啊，跳起来接技能是吧？这3位第一次玩街霸，然后说太好玩了，都玩到快10点了还在这玩。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请给我们投币、点赞、关注一下，尤其是点赞，在这谢谢大家了。那咱们下期再见。哇，亚梅喽，好逼简直！哎呀我操！哇厉害了！哎呀一下子功夫。哎呀，哎呀我天！吐了！我太有操作了我。